美国带头摧毁了世界秩序，伊朗就算被制裁，它好歹一个秩序依存。现在是没有秩序，伊朗也不知道你美国要什么，没有人知道美国你要什么，没有人知道川普你要什么。川普主打一个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美伊的战争慢慢的降温，是当作打赢了。反正美国这种事情也没有少干过。一个阿富汗战争，美国4任总统可以宣布9次战胜，川普4个礼拜大概就已经宣布9次战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周谈判是峰回路转哦，一下说呢两边开始有所接近，一下反正川普放了各种消息，可以连放 N 条假消息，然后伊朗打脸，然后他再说没有我在打脸伊朗，反正总之呢各种消息满天，搞得大家也是消息面非常的混乱。可是这件事情的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一个关键，就是很明显的是伊朗跟美国的这场战争现在进入一个中场时间，我们必须要先回到一个更大的框架。大家如果回顾整个战争从2月28号打到现在，那我们先要理解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那这场战争的目标跟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一般判断的情况，但是遇到川普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很清楚这场战争是如何开始的。那在每个阶段，美国、以色列想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可是因为川普的他只要看苗头不对，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改，所以我们的战略判断就完整来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次的战争，从2月28号开始，最主要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判断目前是伊朗最脆弱、最虚弱的时候，不会再有更好的机会，于是他们打算进行一次有限范围之内的军事冒险。我们为什么讲有限范围？就是这场战争在2月28号开打之后的第1个礼拜，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整个战场其实是有一个看不到的框架在框住的。那美国跟以色列打算利用一次非常猛烈的攻击，然后斩首伊朗军政的高阶指挥官，或者是军政的上层的这个结构，那创造一个伊朗的内部可以推翻政府的这个可能的契机，但是这个企图最后并没有成功。那对川普来说，那战争的第1个阶段就是失败，可是川普没办法接受失败，川普赢血嘛，于是他必须要为这场战争的第2阶段设定一个新的目标。那这个新的目标就是浓缩铀，于是伊朗很聪明，他就利用荷姆兹海峡来瞄准美国在经济上面最脆弱的部分，也应该全球经济上最脆弱的部分。那川普当然进到这个阶段以后，就表示第1个阶段跟浓缩铀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是的，那只好进入到第3个阶段。第3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比较离谱，就是你封锁我封锁，就是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封锁安曼湾。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所以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其实这中间的转折其实已经经过了3个阶段，在短短这么40几天的时间之内，这也是我们过往很难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战略的目标可以一直不断的转变。那一直不断的转变，其实也象征着美国跟以色列，其实在2月28号一直到现在，他们所想要完成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没有完成。是的。那因为没有完成嘛，你在战场上拿不到，于是为了解套，他必须要透过制造或者是要创造能够谈判的空间，这也是我们上周在巴基斯坦首都看到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这个大的环境背景。因为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他只要打得赢，他是绝对不谈判。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把美国逼上谈判桌，那就代表在前面这3个阶段，其实伊朗不管是承受多少重大的伤害，那承受了多少破坏，那目前伊朗战场上面的优势，其实对伊朗是比较有利的。目前美军已经集结在中东附近的作战单位的人数来说，我们评估不会超过4000人，这么少？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就是看到这个整个美军的 total 的数量，好像飞机的数量已经达到超过400多架，甚至比2月28号战争之前美军在这周围集结的飞机数量还要多。但是真实投入能够执行地面作战的地面兵力，目前没有超过4000名。等级就是你可以对可能阿巴斯港或者是对哈尔克岛发动一次突袭，但是这4000名的兵力大概只能维持控制这个区域2周左右。除非美国笃定这2周伊朗就一定会投降，不然你控制2周跟控制2天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真的想要在地面作战里面或地面战争里面
用军事的力量压迫伊朗低头，大概人数大概不会低于20万。目前美军是没有办法去执行川大统领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从军事的角度客观的讲。当然你可以发动一个地面战争或者特种作战，然后打个卡，然后就宣称赢了，然后撤退。但这个意义并不大，因为伊朗也想要你这样做。是的。那我不知道川普最后真正的打算是什么，但是在一开始就把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你想要在另外额外再发动地面战争，这很容易让美国在重演那时候介入越南战争的状况，一批一批的下水饺，然后战争不断的扩大。那这个对以现在的美国来说，大概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当我们理解整个大的框架跟形势变化的方向，我们再来看现在当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伊朗跟美国各自就是谈判嘛，就漫天喊价，坐地还钱。那伊朗知道他提出来的是一个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美国也知道他提出来是一个伊朗没办法接受的条件，双方都不会接受。那谈判在这个阶段叫互相测试底线。那我想伊朗也是愿意谈的，伊朗如果不愿意谈，他也不需要在第一次的接触还这么大的阵仗跑去伊斯兰马巴德，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所有的战争的结束通常都会以最后的一次谈判，某一个最后一次的谈判作为休止符。你每次提出一个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的时候，那你当然对方你就必须要面对对方可能会有报复性的一些措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伊朗宣布开放荷姆兹海峡的商业通航之后，那美国就有一个相应的动作，比如美国就在海面上可能是先是针对伊朗的货轮，然后再来是可能针对其他国家货轮，反正就是反而收紧了对伊朗的在伊朗船只在安曼湾的航行。那当然对伊朗来说，你这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羞辱。于是伊朗也会采取一定的动作，他的命令之前已经获得航行许可的船只掉头。所以于是荷姆兹海峡，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只讲荷姆兹海峡，就荷姆兹海峡跟安曼湾，现在又变成是一个大家角力跟竞逐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海湾国家它有大量民生物资需要外面供应，所以其实这一波真正威胁到伊朗自己本身产粮。那伊朗如果真的没有不行，它还有黑海通道，那海湾国家没有。那你从红海的方向勉强透过沙烏地阿拉伯，用卡车的车队从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口运到这些海湾国家，不管是杜拜、阿联酋或其他小的国家，那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你卡车的车队跟轮船毕竟还是不能，所以我前一段时间还有看到这些国家已经开始限缩一些民生物资的供应，那这个影响会很大，那你会引发两个危机。第一个就是这些地区国家的老百姓必须要大量的外逃，他必须要到一个可以临时提供给他生活基本生活安全跟保障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毕竟每天必须要向全世界输送非常多的石油，那没有工人了，也没有船可以运出去的情况底下，全世界的经济就会遇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对，伊朗来说，伊朗的策略就很简单，它就是拖。美国跟以色列当然可以仍然有持续轰炸，而且有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那目前有一种论点比较极端，就认为美军有具备完全摧毁伊朗的条件。美国当然有这个能力，但伊朗也有足够的能力。伊朗不需要打败美国，伊朗也不需要打败以色列，伊朗只要打败华尔街的大盘就好了。所以伊朗自己也可以下盘。对，伊朗不需要在战场上面，因为伊朗目前的军力，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真实的情况，就伊朗的军力，伊朗是没办法打败美国，伊朗也没办法打败以色列。对，可以攻击以色列，但是对以色列当然可以制造以色列很大的生存压力，但以色列背后有很多国家在支援它，而伊朗没有。那所以伊朗被迫他在这种情况底下，伊朗要求生存，他只有一招，那就是绑架全世界。对，那你必须要面对这个，而且你必须要能够体谅伊朗做这样的决定。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跟很多人员薪资的钱都是由这些海湾国家在发，是的。而海湾国家的这些钱也是美国中情局在整个中东地区做很多情报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这些资金来源是不是也跟摩萨德在伊朗背后，或者是在摩萨德在伊朗的内部里面去推动很多伊朗反政府组织的财源，也是来自这些海湾国家？大
当然是，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那当我们对这个大的形势理解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说，那伊朗接下来它的可以使用的策略是什么？而美国可以使用的策略是什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跟伊朗完成这个谈判以后，那美国不认账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伊朗来说，那是你跟美国的问题。你有问题，你应该去跟美国说。我伊朗已经同意你可以安全的通过荷姆兹海峡。至于你通过荷姆兹海峡以后要经过安曼湾，那你只能去跟美国谈判。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心里面曾经有想法，就是这个通行费如果要收，我要收一半。这个搞成股份制，不，荷姆兹海峡可以改名开封海峡了，因为开了又封，封了又开。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对伊朗来说，他手上已经没有其他的牌，他唯一能够控制就是荷姆兹海峡，所以原本这些海湾国家是美国用来攻击伊朗的工具，现在这些海湾国家变成是伊朗用来攻击美国华尔街的人质。所以一场战争，它并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其实必须要从你战场上面的结果来转换。如果伊朗一开始在4个小时之内就被美国跟以色列炸垮，那后面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所以这也是伊朗为自己迎来的筹码跟迎来的地位。孙子兵法里面讲了一句话叫兵贵胜不贵久，就是除了胜利以外的所有东西都不应该是你最主要的考虑。一旦开打，最终的目标就是胜利，惨胜也是胜。对，因为就一场战争就只有赢跟输而已。那总的来说，对美国军队的确是很能打仗，但是美国的军队其实能打仗是因为他们习惯打顺风战。对，但是你战争已经打到现在这个情况，你就从开局就打成逆风局，那你这时候你想要让美军再去创造奇迹，当然也是可以啊，我觉得也会有机会，我们不能100%的否定说美军还是有一搏的机会，毕竟他有3个航母战斗群嘛，他如果冒着马桶不通或者是又有一艘航母失火的这个风险，那他还是可以硬着头皮打。但是我认为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高，时间在拖，其实不管是对川普还是对美军都并不是很有利，只是看起来以目前美军集结的兵力，他想要打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我觉得很冒险。如果美国愿意打，当然也是很好啦，我也是在等着看。wait and see，wait and see。我也是等着看，但是因为军事是一种科学哦，就很多东西其实可以提前先算出来。那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被川普被赫克塞斯硬是拔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陆军不管用你左边算、右边算、上面算、下面算，你就没有算出来一个美军可以打赢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泼川普的冷水，那后来就那你就直接再见吧。那整个情况呢，我们认为还是会有打地面战争的可能，而且我也真的认真的希望说川普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对，但你从某个角度来说，川普是坏，但川普不傻，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啊，那要打就赶快打这样。当然你可以炸，因为伊朗没有足够的空中防御的能力来阻止你炸，但你炸了，我可以修啊。所以当然他在某一个时间，他可能会有24小时、48小时是处于石器时代，但修好了，我又回到现代，所以这个意义不大。就是你真正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这种施压的方式，你是没办法让伊朗屈服于你。只要伊朗的决定不屈服你的意志，你就算是再炸半年也成不了任何的事。所以现在局势会变成这样，那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补充一下老师的说法，就是你越炸，你反而越打实了、夯实了伊朗整体国家上下一体的意志。对，因为你如果没有制裁过伊朗，你这样炸，也许伊朗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啊，我们政府为什么不好好跟人家和平相处？但你一炸了以后，其实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也未必会朝着你想象的方向走。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不会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就必须要中俄的力量进来，而中俄的力量进来，一定不是以军事的方式呈现。因为这是一个忌讳，你如果要让美国、以色列、伊朗不相信的话，你就不能，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就不能用军事力量，因为你一旦军事力量进来，美国跟以色列就有借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双方拉到一个一定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从开战到现在，可以去观察中国跟俄罗斯
所做的东西，其实他们很多做在台面下的努力，其实大家看不到。但是台面上的部分，中国跟俄罗斯一直都维持一个非常，就是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和平的机会在那个。俄罗斯跟中国都没有去做任何过度会激化这场冲突的，对，而更多的是呼吁。然后我们知道会送人道物资到交战地区的，现在也只有中国跟俄罗斯，这些媒体不会报道。那这个是当我们在看这场战争最终要如何落幕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战争落幕的时候，就标志着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从一超多强转向多极化的这个世界秩序发展。即便你以前再怎么不认同，你都必须要去接受，现在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中国跟俄罗斯来共同维持，而不是美国想要干嘛就一定可以做什么。从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可以知道说这个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翻转。好，那老师，我想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该如何来重构这个秩序？当这个世界秩序在转变的过程里面，它会有很多的碰撞，很多的摩擦。那在这个碰撞跟摩擦的过程里面，会迸发很多原本可能没有的议题跟没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为什么川普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么热切的期待5月份要去北京见习近平？对，5月14是因为他也是被逼到。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美国帝国衰落的速度这么快，他也不一定要买这个单。但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里面是不会去顾及美国人的心里面如何想，因为你如果在这个阶段再保持不下去，万一帝国的力量持续在衰退，你最后连这个位置可能都没有。这个秩序是一直不断在流动。我们再回头看人类文明历史进程里面，我们看太多这样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辉煌的罗马现在什么地方？曾经的尼罗河文明现在什么地方？你说当下他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君主愿不愿意？整个人类历史文明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其实一份一份不同的考卷在丢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不同的领导者。那你必须要在这个问卷上面达到一定的分数，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才能够留存下来。所以当然会很多人会对中国、对俄罗斯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如果前面答卷答得不好，他也没办法赢得现在的位置。我们从最终的结果，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中间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佐证。俄乌之战跟伊朗战争，其实它刚好都在一个里海纵轴线上面也就是这个世界岛的左边跟右边嘛。世界岛的右边重新回来了，也就是东方重新回来。其实很多人也看不起印度啦，或者是这个印巴等等，但是有一个事情你必须要承认，印巴在世界上的分量确实显著放大。印度主要在经济方面，它的军事确实有点拉垮，因为那是源于他们自己制度的问题。巴基斯坦虽然在经济上是不行的，但是它的军事的量能在发展。那大家知道这两家伙，这两兄弟是一家人啊。那是因为宗教、历史进程等问题自己拆家的嘛。但不管怎样，这个就是它这个量能在那边，而且它人口确实可怕的多。巴基斯坦加孟加拉加印度。那这个人口那简直是这个世界独一份的存在嘛。是。那中国更别讲了，中国已经作为唯一一个超10亿人口的完全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因为整个世界岛重新的复苏当中，这个复苏是因为在历史上的这就是人类的主旋律嘛。一休刚刚讲的非常好。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代，其实就亨廷顿在讲人类文明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很多战争是沿着这个文明的碰撞的这个线发生的。所以亨廷顿在某个程度上面的观察的确是没有问题，有他的意思的。但是我们过去从不管是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那人类对自己本身的认同从文明跟文化的认同转变到宗教的认同，再从宗教的认同转变到意识形态的认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某个程度上面限缩了很多古老民族生存下来的文化程序的一个转变。那当世界变成以意识形态来竞争，就是我是民主，你是集权，我是社会主义，你是什么样的主义，大家互相贴标签的时候，我们有认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平和、更和平吗？不会。那当我们在想到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听听教宗最近这
几天他所讲的话，即便他没有明讲。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吵架，并不是吵说这个肉圆有多好吃，而是肉圆应该用蒸的还是用炸的，这就变得很无聊。所以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再回归本质上面。为什么？因为当你一开始讲真实、讲事实的时候，对方就会跟你贴一个标签，你是中共同路人，你是黄额孝子，那你接下来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谈。没错，老师刚才讲的真的是最大的关键，因为这个上一趴是什么？就是1991年12月底，苏联拉下旗子解体之后，所谓的文明终结论，福库亚马的一个文明的，因为福库亚马的说法就是继承自杭廷顿嘛，他把它发扬光大嘛，当然这要加括号，因为杭廷顿我认为他的讲法包装法也有一些错误，但是整体来讲，他确实提出了一个观察跟方法论。那从这个脚步我们往前推进，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就刚好老师提到这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接下来你的秩序的变化，就是有新的 player 进来。对，但是这个世界是不会等待你的，你美国继续这样瞎的消耗，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打转。理论上 ，MAGA 是最不该讲意识形态的，他的意识形态是内敛的，就是说我在国内我讲意识形态，但我出了国我只讲利益，那这个就很切实嘛。对，既然你不讲意识形态，因为你要维持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去包装你的秩序，它的代价是巨大的。这才是美国文化。对，理论上这样。可是现在很显然的是，他下不来，对，他没有办法下来，然后他去攻击伊朗，他依然用宗教、用意识形态的方式在攻击伊朗，这是我觉得黄梅。所以为什么像 JD Vance，像是刚被开除妈级的 Tucker， 对对，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疏离？因为他们看到一些东西是不对的。对啊，老师这个观察太细致了，就原主马卡派其实知道。美塞跟安汤刚才胜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美国要作为世界的一霸，而且是首霸，但绝对不会作为世界的唯一一极的单极化的世界，一超多强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可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很明显的中国人那一套中庸之道依然在发作。中国人其实中文那一套是最难的，但是呢也是最稳的，对，然后也是最不显明的上善若水嘛，可是稳步推进。所以，我觉得看这个伊朗战争太有意思了，看到之后变哲学了，你知道吗？但是确实这场战争还是有个特质在，它跟俄乌战争最大不一样是，俄乌战争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形式上的相似，伊朗战争目前还在战术激烈斗争的阶段，用战术来决定它这场战争的一定程度胜。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东，而中东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我们的荷包有关。哎呀呀呀呀呀！